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上期讲了蝎子和猎人克拉文，两个都是蜘蛛侠经典反派。今天要说的那就是点中点了，毒液黑化蜘蛛。仔细看，这名宇航员在行星上挖掘出一块黑色金属，金属下方涌出了奇怪的液体，随后行星崩塌，宇航员立刻返程。他们发现这金属疑似是新元素金属，威力比所有的金属都大。于是两名宇航员奉命带金属返回地球。其中约翰·詹姆森正是乔纳的儿子。这个新元素引起了金并的注意，在民众万众瞩目下，飞船正式返程。没想到神秘液体居然附身在副驾驶身上，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飞船失控，朝着曼哈顿方向坠落。金并本打算离开，没想到阿里斯特推测出了飞船降落地点在布鲁克林大桥，于是金并立刻让犀牛人上布鲁克林大桥守株待兔。乔纳担忧儿子也冲向了现场，彼得换上了战衣赶了过去，正好撞见了盗窃的犀牛人。犀牛人抢走金属和彼得交手，但金并催得要命，于是犀牛人带着金属离开，彼得在他身上留下定位，随后他救下两名宇航员，不小心跟着飞机摔下了桥面，但他不知道布鲁克居然也在那里。对方分明看见犀牛人盗窃，却在乔纳抵达现场时声称彼得才是偷窃凶手，并用拍摄到的彼得的照片要回了工作。可怜的彼得带着一身疑似被污染的战服爬上岸，回到家却发现蜘蛛侠遭到乔纳100万美金的通缉，对方居然说他才是偷窃金属的人，这让彼得非常的愤怒。他回到房间扔掉自己脏了的蜘蛛战衣。当晚彼得梦见自己被巨大的黑色怪物和蜘蛛侠抢夺，随后他被黑影吃下。当彼得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换上了全新的黑色装备，悬挂在城市中心，下方全是眼馋100万美金的人们。这身黑蜘蛛战衣让彼得惊讶不已，因为他各方面能力都被提升了不少。不但如此，战衣还能随意变化，帮彼得进行伪装。甩开警察后，彼得来到学校，他怀疑这黑色战衣是和飞船一起来到地球的外星物品，不过却没有什么证据。正好这时哈代出现，弗拉什赶紧上前分开两人，彼得却对弗拉什恶语相向。彼得的态度让哈代感觉到害怕，他和弗拉什快步离开。恶霸彼得则返回了自己家中，被安装了定位器的犀牛人回到金并的基地，拿到新元素时的金并迫不及待地想将石头卖出去了，就连阿里斯特提出先研究都没有同意，但想要测试石头的威力，还需要政府内的一种金属。于是金并派犀牛人去抢劫政府仓库，彼得一回家就被梅姨劝说不要跟拍蜘蛛侠了，最近的蜘蛛侠越来越邪恶。彼得难得对梅姨发了火，回到房间的他看见定位在移动，犀牛人正好撞在火气十足彼得的枪口上，遭到暴打后险些被彼得一门板拍死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彼得想起了梅姨和哈代惧怕的表情，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差点走上邪路。黑化一时爽，一直黑化一直爽。彼得在纽约街上游荡，为了100万美金抓他的人可不少，其中带着声波枪的队伍对他的伤害尤为严重，要不是战衣开了自动驾驶，这一下黑蜘蛛侠就束手就擒了。为了避开这悬赏，彼得冲进了报社，见布鲁克给乔纳提供的所谓证据，他质问布鲁克为什么不把犀牛人的照片放出来。布鲁克矢口否认，乔纳以为彼得是在狡辩，他按下了警铃。彼得险些暴走伤害乔纳，意识到不妙的他赶紧离开了现场。另一边，金并让阿里斯特给客户展示新金属的威力，见这个东西爆炸威力如此之大，客户十分满意，约好之后带钱来取。彼得找到了康纳斯博士，威胁他调查战衣，两人这才发现这身衣服居然是活着的，它会寄生在宿主身上，最后吞噬宿主的思维。康纳斯劝彼得早点脱下黑衣，但彼得却左耳进右耳出，无视了个彻底。同时约翰从昏迷中苏醒，他告诉乔纳是犀牛人抢走了金属。这下布鲁克的谎言被揭穿，乔纳勃然大怒，他虽不喜欢蜘蛛侠，但绝不允许报社记者谎报新闻污蔑他人。于是布鲁克才回来没多久，又遭到了乔纳的开除，并且乔纳很快对外界宣布消息有误，撤销了对蜘蛛侠的悬赏。犀牛人抢劫的事情公之于众，金并为防止消息闹得更大，便派出了下属惊悚去追杀拍了照片的布鲁克。消息公开后，布鲁克不但失去工作和面子，还被赶出了公寓。这时彼得从窗户进入布鲁克房间，找到了犀牛人盗窃的证据，没想到撞见了惊悚追杀布鲁克的全过程。彼得阻止惊悚，布鲁克想都没想就逃走了。惊悚一拳轰碎墙壁，碎石压住彼得。惊悚自以为大获全胜，头也不回地回到基地，没想到彼得推开碎石，悄悄追在他身后，并利用蜘蛛感应找到了秘密基地真正的大门。他被黑蜘蛛装影响了情绪，冲进去对着惊悚和阿里斯特就是一顿输出，还顺手牵羊带走了新元素金属。彼得调查了金属，却发现金属的内部有些不对劲儿。另一边，金并得知金属被蜘蛛侠带走后，让惊悚绑架了乔纳的儿子，要求对方通知蜘蛛侠交还金属。彼得认为约翰确实是个不错的宇航员，这才带着金属和乔纳去了交易地点。见到人质之后，才将东西递给了阿里斯特，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。阿里斯特叫出惊悚攻击帕克，跟踪而来的布鲁克见蜘蛛侠吃瘪，抄起武器就要来揍彼得。彼得一走神，惊悚就呼门而逃。彼得一路追到楼顶，狠狠地勒住惊悚。这时布鲁克上前打断了他，彼得一怒之下将布鲁克用蛛丝裹
些掉在钟塔下，惊悚的拳套被彼得砸碎。眼见不是蜘蛛侠的对手，惊悚赶紧求饶，彼得这才冷静下来。没想到战俘突然把惊悚推下了高塔，好在彼得关键时刻抓住了惊悚，不然就一黑到底了。意识到黑色的蜘蛛服充满了犯罪的念头，彼得利用钟楼的钟声将黑色液体从身上分离，立刻离开了这个地方。拿回金属的阿里斯特才发现，这个金属已经失去了放射能力。蜘蛛侠早料到了这一点，才会把石头交给他们。但从彼得身上剥离的黑色液体却寄生在了布鲁克身上。外星生物寄生人类，布鲁克恨透了蜘蛛侠，他和黑色的液体融为一体，成了毒液。彼得离开黑色战衣后，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这天，他在巡逻途中遭到犀牛人和惊悚的围堵。就在两人对彼得实施群殴时，毒液杀了出来，将两人捆成一团。彼得起身才发现，布鲁克居然就在他身边，并且他还抖出了蜘蛛侠的真正身份，就是彼得·帕克。彼得大惊，这才知道布鲁克成了毒液。他劝布鲁克不要被毒液迷惑心智，不然会被毒液彻底吞噬。但布鲁克对彼得的复仇心太强了，早已被毒液控制了思维。毒液自称是高级宇宙生命，拥有无数智慧，也见过星系的毁灭。他觉得彼得放弃自己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毒液寄生过彼得，所以拥有彼得所有的能力。面对毒液的时候，彼得的蜘蛛感应起不了作用。毒液并不打算杀死彼得，因为彼得对他一无所知，但他却知道彼得的一切秘密。见毒液逃走，彼得追到了布鲁克家中，看见满墙关于蜘蛛侠的新闻，他心中升起一个念头。而就在彼得收集资料时，乔纳推着约翰出现。明天以约翰命名的火箭就要发射了，而且约翰也即将回到航天局去。彼得离开公司，躲进小巷更换战衣，被布鲁克逮了个正着。对方打算将他的真实身份曝光，彼得只好追了上去，却在楼顶遭到了毒液的戏耍。随着毒液隐匿消失，彼得的蜘蛛感应无法使用，毒液趁机捆住了彼得的手脚，一把摘掉了他的头罩，并用梅姨和玛丽简来威胁彼得。下方的乔纳举起摄像头，试图对焦蜘蛛侠。彼得急中生智，身体乱动，掉马危机堪堪苟住。当晚，彼得和玛丽简还有约会。等他赶到玛丽简身边时，布鲁克也出现在那里。彼得精神紧张，立刻带着玛丽简离开。路上，玛丽简虽有疑惑，但在彼得请求他信任自己时，玛丽简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彼得。可毒液的骚扰还没有结束，他甚至找到了梅姨家中。毒液推倒的大树险些毁掉梅姨的房子，彼得忍无可忍，决定实施反击手段。好在他是知道毒液弱点的。彼得在布鲁克的房间内放了他的海报，然后引出恼羞成怒的毒液来追杀他。虽然过程惊险无比，两人一前一后在地铁上对峙了半天，彼得成功将毒液引到了火箭发射地点。他不断拖延时间，成功利用火箭启动时的声波将毒液从布鲁克身上震出。意识到被骗的毒液无力回天，被彼得的蛛网捆在了火箭上面。随着火箭的发射返回太空，彼得也带着昏迷的布鲁克回到电梯内部。监控室的人发现了蜘蛛侠，等追出去时只看见倒地的布鲁克。彼得早已溜出了发射地点，他感慨毒液是他见过最强的敌人。好在这次也是有惊无险的结束了战斗，还顺利获得了玛丽简的另一场约会。但彼得隐约有预感，某一天毒液还有可能再出现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